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世界黄金协会权威报告整理的每周黄金市场深度解读。我是好投资的孙浩。今天我们深入分析的是2025年7月7日黄金市场周评。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是 Big Data Little Reaction， 大数据小反应作为标题，点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。虽然上周美国经济数据密集，而且部分超出预期，但市场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剧烈波动。黄金市场更是在复杂的背景下悄然上涨。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为什么数据这么热闹，但市场却这么冷静呢？世界黄金协会指出，虽然就业、预算、制造业、服务业等多项数据纷纷亮相，但真正影响投资者情绪的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风险，通胀的未来、财政赤字的扩大、贸易不确定性的回归，还有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分歧。这正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主线，用世界黄金协会的权威视角，带你拨开数据的迷雾，洞察黄金市场的真实逻辑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本周报告的核心内容，黄金市场的表现解读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，上周伦敦黄金收盘价上涨 1.8%， 至每盎司3332美元，使得年初至今的涨幅达到 28%。 这在全球市场震荡之际，尤其凸显黄金的抗压与避险价值。黄金上涨的第一波推力来自美元疲软，美元指数已经跌至2011年以来长期上升趋势线附近，技术面面临转折。第二个推力来自财政政策的担忧。特朗普总统漂亮的法案虽然过关，但背后隐含的是更高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负担，这将长期侵蚀货币购买力，自然增强黄金的吸引力。此外，尽管 ETF 资金流入有所放缓，但从报告第22页的黄金 ETF 期权数据来看，看涨情绪明显回升。 GLD 期权持仓在7月18日净多头头寸激增至 17.9 亿美元， IGLN 增加 4.58 亿美元，反映市场重新压住黄金上涨。而根据第10页的 COMEX 期货市场数据，截至6月24日，黄金总净多头持仓 586.45 吨，其中资金管理账号净多头高达 405.9 吨。虽然因为美国独立假期的缘故，数据更新略有滞后，但整体情绪依旧乐观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正在经历关键的转折期，金价目前受阻于3395美元每盎司这一短期关键阻力位，并在高位横盘震荡。从 MACD 指标来看，动能出现背离，显示短线内仍然存在下修的风险。若金价跌破55日均线，目前是在3325美元，则进一步可能向下测试下方的3246和3132美元的支撑位，这一区间也是斐波那契 38.2% 的回撤区。不过如果金价能够有效突破3395美元，则有望再次挑战3500美元乃至3572美元的重要阻力位。关键就在于本周政策面是否能够释放利多的因素，尤其是贸易与通胀的相关的消息。此外，从第15页关键技术指标这个表格可以看到，黄金目前的9周 RSI 为 59.38%， 未进入超买区域，但相较于今年低点2615美元，已经累计上涨大约 27%。 这意味着短线仍然可能震荡整理，寻找新的上行的动能。展望这一周，世界黄金协会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3个核心变量。首先，7月9日是特朗普总统设定的90日关税谈判宽限期的截止日，若未能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协议，美国将对包括日本、
印度、越南等国加征额外 10% 的关税，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贸易紧张局势，进而提升市场波动与黄金避险的需求。第二，7月9日还将公布美联储 FOMC 的会议纪要，市场将从中寻找对未来利率路径更为明朗的信号。若纪要显示内部对是否降息存在分歧，则可能打压美元，间接利好黄金。第三，中国将本周公布 CPI 和 PPI 的数据，市场预期通胀仍处于较低甚至通缩，反映出国内需求偏弱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央行的宽松倾向将更加明确，从全球货币政策角度间接对黄金构成了支撑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，尽管表面数据非常热闹，但真正驱动黄金市场的是结构性的变量：财政赤字、美元趋势、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。这正是世界黄金协会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的立场，也是黄金成为全球核心资产配置的重要原因。作为全球黄金研究最权威的机构之一，世界黄金协会通过这份7月7日市场周报，向我们展现出了黄金市场背后的逻辑链条。从宏观到技术，从期货到 ETF， 从美元到通胀，每一环都有迹可循。对于交易者来说，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深度参考的资料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视频，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你认为7月9日关税的危机会不会真的爆发呢？本月黄金是突破3500美元，还是跌破3200美元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